现在我是来到了山西晋城了，今天又来探访一座藏在太行山深处的东方古堡，它就是我后面的皇城相府。这可不是普通的山西大院，它是比乔家大院大9倍，拥有640多间房的古代豪宅。它跨越了明朝、清朝、民国3个朝代，更是康熙皇帝2次下榻的帝室故居。这里不仅有固釉金汤的防御工事，还藏着3件国宝级文物，可以说里面的每一步都藏着历史的惊喜。今天呢，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探秘陈廷敬的传奇府邸。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了，相当的有气势啊！眼前这道大门呢，足足有12米高，相当于3层楼的高度。两边的城墙啊，更是长达1700米，像一条巨龙，将整个府邸啊牢牢环抱。站在门外啊，就能够感受到百年官宅的威严气场。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扇门的门钉，横着7排，竖着7列，一扇门叶啊就有749颗漆黑发亮的门钉啊，镶嵌在朱漆门上，格外的醒目。在古代，门钉的数量呢就是等级的象征了。除了皇帝和王爷府邸以外啊，唯有像陈廷敬这样的一品大员才能够享有这样的规格。而这些门钉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藏着陈氏家族人丁兴旺、世代绵延的美好期许，每一颗啊都承载着家族的荣光。跨过这道朱门，就算是踏入了皇城相府的地界了。站在大门的内侧，我们可以看到青砖黛瓦，错落有致，飞檐翘角相映成趣。这座占地4.8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啊，是由内城斗住居和外城中道庄组成。里面总共是有16座大院，640多间房屋，每天住一间啊，1年都住不完，难怪被称为古代山西第1豪宅。穿过大门往前再走几步啊，眼前这座雕刻精美的石牌坊就是皇城相府的荣耀名片了。在古代，牌坊呢是用来歌功颂德、彰显家族地位的，而这座牌坊啊是康熙皇帝特意下旨为陈廷敬修建的。它的等级之高啊，在山西所有大院当中呢，堪称独一份。这是一座4柱3门的石牌坊，上面呢是雕刻着很多龙的图案。那么在基座上呢是各种瑞兽，每一处细节啊都打磨得精妙绝伦，既有皇家的威严，又有文人的雅致。可以看到牌坊上是刻满了文字，但这不是什么华丽的辞藻，而是陈氏家族5代人的官职与功名，是陈氏家族100年辉煌的真实见证。来看最上面的4个大字呢，是总宰总宪，这是陈廷敬的其中2个官衔。总宰啊，指的就是吏部尚书，相当于百官之首了。总宪呢，就是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委了。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牌坊中间这一列啊，最下面这一行最左侧的名字就是陈廷敬的名字了。依次往上呢，是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一代代传承下来，皆是为官之人啊。由此可见，陈廷敬呢是出身于名副其实的官宦世家，说他是官8代也毫不夸张。根据记载，陈氏家族在明清2代人才辈出，科甲鼎盛，先后走出了9位进士、6位翰林，更有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佳话。除此以外啊，还有41位监贡生、19位举人、33位家族诗人，堪称中国北方第1文化巨族。试想一下，在古代科举难度极大，能够出1位进士啊，就已经是光宗耀祖了。而陈氏家族能有如此成就，足以看出他们家风严谨、崇文重教的深厚底蕴。过了牌坊之后，右手边就是大学士第了。这是陈廷敬的住所，也是他接待宾客、处理家族事务的地方。和所有大户人家一样啊，大学士第的门口呢，也是有一面照壁，上面呢是雕刻着麒麟献瑞的图案，造型是栩栩如生，每一处细节啊都藏着美好的寓意，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读。大家来看这只麒麟，胸口的前方是刻着一把方天画戟，谐音就是逢凶化吉，保佑家族平安顺遂。麒麟的下方是有2个圆形的图案，象征着福禄双全，寄托着对家族富贵吉祥的期许。这里下方还刻着一本书，代表着陈氏家族诗书传家、崇文重教的家风。也正是这份家风啊，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陈氏后人。
麒麟的尾部刻着一枚铜钱，这看似与诗书传家相悖，但实际上他们想表达的是，他们家族视金钱如粪土，重德轻利的高尚品格。照壁的上方还刻着梧桐树，古语有云：“种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寓意着家族能够吸引贤才，世代兴旺。最顶端的日月图案代表着日月同辉，天下太平。这既是为官者的初心，也是陈氏家族的家国情怀。过了照壁，抬头就能看到相府2个字的匾额了。这里不仅是陈廷敬的居所，更是皇城相府3件国宝之一的藏身之处。不过别急，我们先来慢慢探寻这座庭院的雅致与深意。走进相府里面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院，青砖铺地，花木点缀，处处都透露着文人的雅致。在这间房里面还摆放着紫檀木雕刻的3件套。屏风、座椅还有办公桌，上面“典汉堂”3个字也是由康熙皇帝亲笔御题的字。来看，这里还摆放着一排官阶牌，这些呢就是他曾经担任过的官职了：礼部、工部、刑部、户部、吏部尚书。清朝一共6个部，他竟然在5个部都任过职，而且每一个呢都是一把手。除此之外，他还是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督察院左都御史。都是正一品的高官，由此可见，他是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与敬重，所以康熙皇帝还特意赏赐给他半副銮驾。要知道，銮驾是皇帝的专属仪仗，能够得到半副銮驾，可见陈廷敬在康熙皇帝的心目中地位有多高。看完了官阶牌，我们到陈廷敬的住所看看。这左右2边呢，分别是他的书房还有卧室。先来书房看看这书房里面呢是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样样都齐全。其实陈廷敬为官期间大部分时间呢是住在北京，到了晚年才回来这里住。那么这一间呢就是他的卧室了，可以看到里面的摆设呢是比较简单。你看他的卧室呢是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床呢现在是被这个屏风给挡住了。看完了陈廷敬的住所，现在我们到康熙皇帝当年下榻的院落看看。那么这一间呢，就是相府当中的第3进院落了。中间那间房就是当年康熙住过的房间。房间的正中央呢，还挂着康熙皇帝的画像。那么这间房呢，一边是书房，一边是卧室。根据记载，当年康熙皇帝寻访洛阳，在洛阳住了7天7夜之后，特意来到这里，只为看一看自己的老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解陈氏家族的家训家风，探寻这位帝师的成长轨迹。康熙皇帝之所以如此敬重陈廷敬，不仅因为陈廷敬是他的老师，教他读书识字、治国之道，更因为陈廷敬一生勤勤恳恳，是他治国理政的得力助手。也正是因为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住过，所以这座村庄才被称为皇城村。这座城堡也被正式命名为皇城相府。一段君臣相知的佳话就这样被篆刻在这座古堡里，历经数百年，依旧被世人传颂。从这里往旁边走就是小姐院了。这条过道呢是比较窄，我们来看，在过道的其中一侧呢是有2个小小的门洞。大家知道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吗？其实这是丫鬟们的避让处。在古代大户人家规矩森严，丫鬟遇到主人或者大人物的时候不能够迎头对撞，只能主动避让。那其实这个小小的门洞呢，就是为丫鬟们准备的避让处。当然它还有其他用途，就是用来支撑上面的楼梯。穿过过道就来到了皇城相府的小姐院了。这里是陈氏家族闺中小姐以及侍从女眷居住的地方。和前面的官宅院落相比较这里呢就多了几分温婉与雅致，少了几分威严与庄重。大家看这道门的形状，像是一个宝瓶，寓意平平安安。走进小姐院首先看到的是一栋小巧的楼房。这里面呢左右2边各有一张床，明明有第2层但是呢看不到楼梯，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楼梯就在屏风的后方，这是古代大家闺秀内敛含蓄的体现，不让外人看到自己的起居之处，既符合封建礼教的要求，也彰显了小姐们的端庄与矜持。关于小姐们上楼的年纪，南方呢是有13岁上楼，14岁盘头，15、16岁抛绣球的说法，而在北方却有着不一样的习俗。
13岁上楼，14岁就可以抛绣球了，15、16岁能成家生子。他们平时不能随意走出小姐院，只能在院内读书、刺绣、梳妆，偶尔和姐妹们一起闲谈，度过自己的闺中岁月。再往前走就来到小姐院的后花园了。这里就是他们休闲娱乐的地方了。现在这里被打理得十分的精致了，假山流水、亭台楼阁，还有一汪半圆形的池子，当地人是称它为蚌池。大家知道为什么叫蚌池吗？因为蚌打开之后里面是珍珠，而小姐们就像陈氏家族的掌上明珠了。现在这里是仙气飘飘，果然是小姐们的后花园逛完了温婉雅致的小姐院，现在我们就到皇城相府最具特色的部分——防御体系来看看。作为一座跨越3个朝代的古堡，皇城相府不仅是一栋官宅，更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里面的布局错综复杂，机关重重，就连当年权倾朝野的鳌拜来了，也不一定攻得下。站在城墙上往下看，这就是我们刚刚进来的那一道大门了。它的造型非常的奇特，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可爱，就像是孙悟空变的。门楼的上方是有2个圆形的窗户，像是眼睛；中间的窗户像是鼻子；下方的大门就是嘴巴了。这是电视剧《康熙王朝》的剧照，来看上面那个就是由陈道明扮演的康熙皇帝当时就是在这里取的景。来到这上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道围墙，那么围墙的这一边就是外城，而围墙的另一边就是属于内城了。我们通过这道门上去，这里的过道也比较有意思，是弯弯曲曲那么内城和外城就是由这道围墙来分割了。走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内城了。内城的规模是比外城要大很多。内城是叫做斗柱居，是建于明朝，而外城是叫做中道庄，建于清朝。站在城墙上往下看整座皇城相府的全貌尽收眼底。这城墙上的楼梯也有着特别的寓意，被称为步步高升楼梯。这座楼梯是修建于明朝晚期，修建的时候陈廷敬还没有出生。可是神奇的是，陈廷敬一生为官53年，而城墙上的阶梯刚好有53级，就像是上天注定的巧合。站在楼梯的上方往下看每3级就是一个小小的平台，这些平台被称作平步青云，寓意着步步高升，前程似锦。逛完了城墙，我们就来看看皇城相府的安保系统。大家往这边看，这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就是当年的藏兵洞了。整体是可以屯兵近1000人，是陈氏家族抵御外敌的重要防线。这里的藏兵洞一共是有5层，1楼和2楼是用来存放粮食、兵器等物资，确保战时有足够的补给。3楼和4楼就是家丁士兵的宿舍了。第5层就是站岗放哨的地方，每一间窑洞里面都有炮眼，一旦发现敌人，就可以立即发射火炮。这些藏兵洞的墙体非常的厚实，保温性极好，冬暖夏凉。更厉害的是，这些藏兵洞之间它是左右相连，上下互通。一旦遇到危险就可以通过相连的通道快速转移，相互支援，形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从藏兵洞出来之后顺着城墙往上面走，就来到了皇城相府的最高处了。这里有一座画梁雕栋的木构建筑，这就是文昌阁了。文昌阁是供奉文昌帝君的地方，它管文运和公民。在皇城相府的16座大院当中最特别、最壮观的就是这座7层的河山楼了。它也是整座皇城相府的防御体系的核心，被誉为古代防御体系的天花板。从这边望过去河山楼巍峨挺拔，气势磅礴，高达33米。在古代，它绝对算得上是一栋摩天大楼了。它历经了400多年的风雨沧桑，依然屹立在这里。河山楼是建于明朝崇祯5年，是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衍为了躲避战乱而修的。这栋楼不仅是陈氏家族抵御外敌的堡垒，更是他们在乱世中守护家族血脉的避风港。里面机关重重，暗道无数，
就算是武林高手来了，也束手无策。现在我们就顺着城墙的阶梯往下走，走进河山楼的内部啊，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古代工匠的非凡智慧。大家往上看，河山楼牌匾的上方啊，那扇木门就是当年的大门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道门啊，和下方的梯子呢，都是后来为了方便游客参观而新修的。那么没有楼梯，他们又是怎么上去的呢？其实啊，他们是从上方的大门放下一个吊梯，人爬上去之后呢，再把吊梯啊给收起来，敌人就很难从这里登上去了。这仅仅是河山楼防御体系的第一步。走进河山楼啊，是有2条通道，一条呢通往楼上，一条啊是通往地下室。我们先到地下室里面看看啊。来到这地下室呢，是看到有一个石碾，然后呢还有水井，这边呢还有一个石磨。在战乱时期啊，陈氏族人呢就可以在这里存放足够的粮食了，确保能够长期的避难。很多人可能会问啊，在这样一个密闭的地下空间，族人能够在里面存活多久呢？大家抬头看一下这里，这个呢就是通风口了，确保新鲜的空气啊能够进来。如果说万一敌人攻到这里来了，他们又该怎么办呢？大家看这块石板，掀开之后呢，下面就是一条逃生通道，可以直接通到后山，让族人在紧急的情况下呢能够顺利逃生。那么就算这条暗道被敌人发现了，也不用担心了，水井的下方呢还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也是能够通到后山去的。所以说在这个地下室里呢就有双重暗道，确保族人能够逢凶化吉，平安脱险。看完了地下室之后呢，我们到右边看看，右边呢就是通往楼上的了。这里面的通道是7拐8拐就像是迷宫。当然我们现在走起来呢，这些通道是畅通的。在过去呢就不一样了，这里每一个过道呢都是有关卡的。来看这里呢就是安装门栓的地方了。那么在这里堵上一道门，就可以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了。来看一下这边的楼梯是有多么的陡而且呢非常窄。刚刚我们说的那一道木门就是这个位置了。如果说是在当年1楼2楼没有窗，就是在这里放吊梯下去，把人给接上来，然后吊梯收起来，敌人就上不来了。在这边还可以继续往上面走，这里上面呢还摆放着一些老的兵器，当然这些呢看起来像是工艺品并不是真正的古董在这里每一层都供奉着一位神仙，大家看一下这一位是谁？我觉得他应该是老子就是道教的创始人。他是骑着一头青牛，就是当年他过函谷关的样子。上到第7层了，这里呢就是一间阁楼，但是这里的第7层并不是整座皇城相府的最高处最高处依然是那一座文昌阁。看完了皇城相府的防御体系之后呢，最令人期待的就是藏在这座古堡中的3件国宝级文物了。能够见到1件都算是长知识了。这第1件国宝就藏在中华字典博物馆里面了，现在进来看看。大家来看玻璃框里面的这件物品这就是当年陈廷敬亲自主持编撰的《康熙字典》原稿了，也是整座皇城相府里最珍贵的文物。这里的每一页都是价值连城。《康熙字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皇帝下令编撰，并且亲自作序，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字典。它的前身呢是叫做字书，有自永久育无双履，点赞3000第一春的美誉，奠定了中国字典文化的基础。这部字典一共是收录了47035个字，而我们现在使用的最新版的新华字典只收录了13000多个字。可想而知这部康熙字典涵盖的文字呢是有多全面，几乎我们口中能够说出来的文字在这本字典里都能够查得到。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巧合，陈廷敬一生为官53年，活了74岁，
而康熙字典收录的文字数量倒过来刚好是53074，刚好对应他的为官年限和年龄，就像是上天注定的缘分，也为这部珍贵的字典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看完了第一件国宝，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国宝，就是钦谨慎牌匾了。这块牌匾就挂在相府的正厅，看似简单的3个字，却藏着陈廷敬为官53年、升迁28次的秘密，这也是他一生的处事准则。钦就是为官要清廉如水，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慎就是做人要小心谨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勤就是要勤劳为民，造福一方，忠孝国家，鞠躬尽瘁。康熙皇帝灭掉了鳌拜，嘉庆皇帝灭掉了和珅，而陈廷敬能够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叱咤风云53年，善始善终，靠的就是这3个字。这3个字不仅是陈廷敬的处事准则，更是陈氏家族的家训，代代相传，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陈氏后人。这第3件宝贝呢，就藏在我们刚进来的这栋门楼上了。顺着楼梯往上走，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武亭山村的牌匾了。这块牌匾是康熙皇帝一生当中题写的最后一副匾额。从此以后，康熙皇帝再也没有给任何人题字了，可见他对陈廷敬的敬重之情。武亭是陈廷敬晚年的号，武亭山村4个字意思呢，就是这里是我的老师陈廷敬居住的地方。看似简单，却饱含着康熙皇帝对老师的深厚情谊。康熙皇帝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却又是题字最少的皇帝之一，能够将自己一生当中最后的一副题字送给自己的老师，这份君臣情谊堪称千古佳话。除了这3件国宝，皇城相府里面还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比如陈廷敬的书法作品、古代的瓷器、玉器等等，每一件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也让这座古堡成为了一座鲜活的历史博物馆。走出皇城相府，夕阳洒在朱门高墙上，为这座跨越3朝的古堡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这里不仅是一座豪华的官宅，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书，藏着陈氏家族的荣耀与古风，藏着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藏着君臣相知的佳话与温情。漫步其中，每一块青砖，每一处飞檐，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100年的沧桑与传奇，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细细品味。